網絡上誕生一個全新詞彙“霹靂窮人”，什麼意思？只要你不買股票，看着身邊人短短幾個月就掙出來幾年的工資，你就如同被雷打了，瞬間淪為一事无成的失敗者。不炒股就等同於主動選擇貧窮。這種扭曲的共識牢牢捆住了整個韓國社會。你敢想象嗎？有一天一個國家最熱鬧的地方，不是購物中心，不是旅遊景點，也不是世界杯現場，而是每個人手裡的股票軟件。地鐵裡邊有人在看 K 線，咖啡店裡面有人在討論芯片，辦公室裡邊老闆以為員工在努力工作，結果仔細一看，好家伙，這員工不是在工作，在看 K 線圖呢。今天三星要不要加倉？ SK 海力士是不是下一支財富密碼？甚至有人打開聊天記錄，不是在問你吃了嗎，而是在問你買 HBM 了嗎？所有人賭現，風口永存，財富自由近在眼前。可僅僅半個月，繁華轟然崩塌，百萬賬戶亮起紅色追繳短信，幾十萬普通人本金清零，負債纏身，甚至有人持刀圍堵財經博主，有人陷入無盡的絕望。這裡不是虛構的賭場，而是2026年的韓國，一場席捲全民的股市雪崩正在上演。很多人把這場暴跌簡單的歸為行情回調。今天我帶你撕開表層 K 線，發掘普通人永遠看不到的真相。易經有言，亢龍有悔，飛龍在天之後，萬物皆有盡頭。當全民狂熱抵達頂峰，墜落早已寫好劇本。我是白帆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今天我帶大家深度拆解這場震動全球的韓國史詩級股災。韓國股市曾經創造了一場令人瘋狂的財富神話，依托全球 AI 算力大浪潮，高端 HBM 儲存芯片需求爆發，三星電子、SK 海力士站在了風口最中央，兩大龍頭拉動韓國綜合指數 KOSPI 一路狂飆，從低位一路衝刺，最高摸到9385.59點歷史天花板。SK 海力士更是自低點最大漲幅突破900%，三星電子暴漲400%。一夜之間，炒芯片股票實現階層跨越，成為韓國全社會最高頻的共識。無數韓國人發自內心的堅信，這一次財富自由真的來了。狂熱蔓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，年輕人到手的工資不買房不儲蓄，第一時間轉入證券賬戶。新潮父母早早給未滿18歲的孩子開通股票賬戶，原本規劃好的教育基金全部押注了三星與 SK 海力士。不少韓國家長更是直言，贏了送孩子進首爾大學，輸了大不了進工地打工。老年人更激進，明明退保會直接虧損本金，依舊大批量解除儲蓄保險，把養老基金一股衝進股市。根據韓國官方統計，今年前5個月養老儲蓄解約數量同比暴漲62.7%。寫字樓的白領一到臨近收盤扎堆躲進廁所刷新 K 線，街頭咖啡店服務生休息間隙相互交流選股思路。網絡上誕生一個全新詞彙“霹靂窮人”，什麼意思？只要你不買股票，看着身邊人短短幾個月就掙出來幾年的工資，你就如同被雷打了，瞬間淪為一事無成的失敗者。不炒股就等同於主動選擇貧窮。這種扭曲的共識牢牢捆住了整個韓國社會。聽到這兒，可能很多人會感慨，人類歷史上所有泡沫劇本何其相似。老子在《道德經》講：“反者道之動。”萬事萬物走到極致，必然向反向運行。狂歡越盛大，崩塌越慘烈。當所有人都相信行情永遠不會下跌的時候，危險早已悄然潛伏。這場牛市的起點離不開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競選時許下的承諾。當年競選上台，他公開表態要推動資本市場繁榮，讓普通老百姓依靠投資共享經濟紅利，喊話推動 KOSPI 站穩5000點。不得不承認，目標超額完成，指數何止站上5000點，一路衝破了9300點大關。可誰又能料到，一場全民的財富盛宴，最後演變成血流成河的金融絞肉機？很多人簡單一句外資收割，草草收尾。但這個解釋太過膚淺。今天咱們跳過單一陰謀論，用3層視角層層剝開謎團。外部資本、本土制度漏洞、人性貪婪3重力量疊加，共同釀造了這場史詩級災難。第一層，專為散戶量身打造金融鐮刀，很多家人分析不清普通基金跟槓桿 ETF。2026年5月27號，
韓國交易所正式放行16只单一標的2倍槓桿 ETF， 底層資產直指三星電子、SK 海力士，門檻壓到極低，折合人民幣100多塊就能入場。產品上線僅僅3周，規模暴漲至14萬億韓元，92%的購買者都是毫無金融經驗的普通家庭散戶，絕大多數普通人只聽懂一句漲1%挣2%，卻完全不知道背後藏着的致命機制。每日在平衡。簡單通俗來講，上漲階段槓桿 ETF 收盤前必須主動加倉追漲，助推行情持續走高。一旦行情拐頭向下，基金必須不計成本拋售持倉股票，降低槓桿。從下跌到被動拋售，到股價持續走低，到引發新一輪拋售，這一套循環構成了無法逆轉的死亡螺旋。這個時候的行情漲跌就不再是单純的由企業訂單、行業景氣度來決定，而是源源不斷的平倉盤主導價格。除此之外，韓國獨有的 Muse 之賬賒賬交易進一步放大風險。T 日買入股票僅需要繳納少量保證金，剩餘資金 T+2 日補齊。這套規則等於天然給所有人開放3倍左右的短期槓桿。孫子兵法講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什麼叫先戰而後求勝？沒有預留退路，傾盡所有貿然入局，寄希望於運氣來拯救自己。幾百萬韓國散戶正是如此，掏空存款、借貸資金、退保套现，不顧一切衝入市場，把所有的希望押注短期行情。第二層，資金暗流，專業機構集體撤退，散戶呢逆勢徒手接飛刀。數據不會說謊。2026年1到5月，外資累計賣出韓股規模高達110萬億韓元，達到去年全年賣出總額的10倍。單6月1個月，外資淨賣出323.7億美金，刷新韓國歷史單月資金撤離記錄。外資大規模高位離場的同時，韓國本土長線資金、養老金、保險機構同步持續減倉，所有手握專業投研團隊的機構步調一致，落袋為安。有趣又悲涼的反差就出現了，機構集體跑路，數百萬散戶迎難而上，逆勢淨買入76萬億韓元，硬的接下了機構拋出來的海量籌碼。這兒必須客觀說明，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全部推給海外資本，外資高位兌現利潤是資本天然的選擇。如果本土市場沒有泛濫的槓桿，沒有全民狂熱的投機氛圍，就算資本想要離場，也沒法造成如此慘烈的踩踏。資本永遠只會利用漏洞，不會創造漏洞。最富有爭議的一環，便是7月10號 SK 海力士登陸納斯達克發行 ADR， 募資規模超265億美金。很多人納悶，為什麼美股 SK 海力士上市首日大漲，同一天韓國本土 SK 海力士暴跌超15%？很多人認為同一資產雙向收割，這裡我們必須糾正一個誤區美股 ADR 恆托憑證並不等於韓股原生股票，並不是直接打包本土籌碼賣到美國。但不可否認，這件事釋放極強的信號，全球大型資金開始重新調配倉位，資金選擇流向流動性更好的美股市場，減少韓國本土持倉，市場信心快速鬆動，成為壓垮牛市信心的最重要的稻草之一。不少歷史愛好者不由自主聯想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，當年韓國外債危機舉國艱難，民眾自發捐黃金救國。29年後，風暴再次降臨韓國資本市場，時代場景變了，但資本運作的底層邏輯從來沒有革新。第三層，導火索點燃 AI 預期迎來預期修正。所有人曾經篤信一條鐵律AI 時代高端儲存芯片永遠供不應求，三星、SK 海力士坐擁 HBM 產能，躺賺時代永無止境。直到 Meta 扎克伯格公開表態，計劃對外出租閒置算力，簡單一句話，徹底擊碎了市場極端樂觀的情緒。大家猛然意識到，算力並非永久緊缺 ，AI 需求確實長期存在，但不會永遠處於供不應求的狂熱狀態。預期一旦扭轉，泡沫最先破裂。6月19號 ，KOSPI 觸摸9385.59點歷史頂峰，僅4天之後，地獄之門開啟。短20多個交易日，市場多次觸發全市場熔斷。程序化交易臨時停牌 ，CEDARF 機制多達38次。很多人經常混淆概念，熔斷等於全市场暫停交易 ，CEDARF 只是限制程序化賣單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。很多人在這兒出現了常識錯誤。
指數從高點一路下墜到6800點附近，最大回撤超過27%，市场總市值蒸發超過1/4，全市場超過120萬個融資賬戶收到券商臨時追繳保證金通知，要求短時間內補齊資金。凌晨時分，無數韓國人手機不斷彈出警示短信，普通人短時間去哪裡筹措巨額韓元？資金沒法到位，系統自動強制平倉，不考慮價格高低，無條件拋售。最終大約36萬個賬戶本金直接清零。更加殘酷的是，部分投資者遭遇穿倉，本金虧光，還倒欠券商巨額債務。按照韓國15到64歲勞動人口3570萬計算，大約每30個成年人之中就有1個人收到追繳通知。結婚基金、奶粉錢、租房押金、一輩子積攢的養老金，全都灰飛煙滅。網絡上那條刷屏帖子，那個憧憬美好夏天的韓國女孩，曾經依靠股市掙到5年的工資，短短半個月，美夢碎了個一乾二淨。隨後韓國多地接連爆出悲劇，財經博主被投資者拿刀捅，差點死了，無數普通人陷入巨大債務泥潭。看到這兒，很多觀眾會追問一個核心問題：三星、SK 海力士明明是全球頂尖芯片龍頭 ，HBM 訂單依舊飽滿 ，AI 長期賽道並沒有消失，為什麼股價會出現史詩級暴跌？這兒就是絕大多數普通人投資最大的盲區。好公司不等於好價格，長期賽道不等於短期只漲不跌，企業價值緩慢增長，但是市場情緒、資金槓桿可以把估值推到脫離基本面的極端位置。牛市頂峰，大家交易的早已不是企業未來利潤，而是所有人對還有下一個接盤俠的幻想。易經乾卦六爻完整詮釋輪牛熊輪回，潛龍勿用，行情底部無人問津。見龍在田階段趨勢慢慢啟動，慢龍無咎，小幅上漲需要保持警惕。貨月在淵階段行情進入分歧，飛龍在天，全民狂歡，泡沫頂峰，最終亢龍有悔，就是盛極而衰。也就是韓國這一片芯片牛市完美走完乾卦全部週期。當市場抵達飛龍在天，絕大多數普通人卻幻想永遠停留在高光時刻，完全忽略亢龍有悔的天道規律。針對這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招那期專門講解易經的視頻。乾卦六爻到底有多少人倒在了哪一爻？接下來回答視頻開篇拋出的靈魂拷問：為什麼普通人總是在最高點堅信這次不一樣？答案藏在人性的深處。FOMO 錯失恐懼症。當身邊所有人持續晒收益，不斷傳播暴富神話，持續不斷外部刺激，會持續放大內心的焦慮。人天性害怕被時代拋棄，害怕同齡人紛紛跨越階層，只有自己原地踏步。慢慢的，人家不再理性的評估風險，開始簡化認知。別人能掙錢，我入場一定也可以。原本踏實上班、穩步儲蓄的普通人，在集體失去裹挾之下，一步步主動變成賭徒。咱們再對比兩種思維看懂周期的人在狂熱中警惕風險，看不懂周期的人最終淪為泡沫敘事的祭品。說到這兒，很多觀眾最關心，結合這場驚天股災，我們普通人到底能吸取什麼樣的教訓？風口財富究竟是依靠行情運氣，還是長久認知？接下來為大家獻上一冊，當然僅供參考，任何時候都要銘記一點：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第一點，分清產業長期趨勢跟資本市場短期泡沫，不要混為一談。AI 絕對不是泡沫。巴菲特持續布局谷歌母公司，足以證明全球頂級投資者看好人工智能長期發展。但是赛道長期向上，不代表相關股票不會出現50%甚至更大幅度的回調。趨勢是10年維度，行情炒作只是幾個月的維度。千萬不要用長期邏輯支撐短期滿倉加槓桿的投機行為，不要把時代風口帶來的股價上漲當成自己超凡的投資能力。第二點，永遠遠離槓桿博弈。無論是融資、配資、槓桿 ETF、消費代入場投資，全部屬於高危行為。道德經講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槓桿機會無限放大貪欲，上漲加速盈利，下跌直接剝奪所有翻盤機會。市場短期波動無法預測，一旦遭遇極端行情，你連等待反彈的時间都不會擁有。韓國百萬散戶血淋淋的教訓擺在眼前，不加槓桿，你最多承受浮虧；一旦加上槓桿，極端行情之下直接出局，負債纏身。任何投資只要前提是保住本金，
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。孫子兵法講：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先保證自己不會徹底被擊潰，再尋找獲利的機會。這條古訓放在資本市場永不過時。第3點，警惕全民共識級的投資風口，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。當買菜大媽、服務業從業者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同一個賽道，例如炒股掙錢，就要提高12分警惕。就像巴菲特所言，普通人癲狂的時候，他就會感到恐懼；普通人恐懼的時候，他就會感到癲狂。什麼意思啊？眾人追捧之時，便是風險醞釀之際；無人問津之際，反而暗藏機會。這就是老子所言：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；素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人要學會獨立思考，不跟人群集體狂熱共振。關於這點，還是建議大家去看看大釗國學社裡專門講易經的那期節目，相信你會受益匪淺。第4點，區分2種參與時代浪潮的路徑，2條道路風險天差地別。第1條道，押注股票，博弈估值漲跌，依靠資金跟行情獲利者，被動等待市場漲跌，命運掌握在資金、情緒、外資、政策手中。第2條道，把前沿技術落地你自己的主業，利用 AI 工具改造原有生意，降本增效，穩定獲取現金流，不需要賭大盤漲跌，不需要借貸加槓桿，依靠自身能力持續創造價值。風口來點，很多人第一反應衝進股市博弈差價，少數人腳踏實地的利用新技術做實生意，短期看起来炒股暴富速度更快，拉長时间维度，踏實創造現金流的人走得更穩更遠。第5點，建立屬於自己的止盈止損規則，學會主動知止。大學有言，知止而後有定。所有人懂得牛市止盈，但是極少有人真正能做到。賬面浮盈僅僅是數字，只有落袋才是真正屬於你。不要幻想掙到市場最後一塊銅板，沒有人可以精準賣在最高點。追求極致收益，往往會承受極致的風險。咱們再回頭眺望韓國當下的局面，三星、SK 海力士依舊是全球存儲芯片龍頭，產業價值不會因為短期股價暴跌就消失了。但是經過一輪瘋狂的財富洗牌，籌碼已經完成大規模的換手，被迫割肉離場的散戶籌碼正在被低成本收集。企業沒變，但資產的持有人已經悄悄更換。歷史永遠不會簡單重複，但總會壓着相同的韻律循環往復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很多人刻骨銘心。2026年韓國股市史詩級崩盤，再次給全世界所有投資者敲響了警鐘。所有脫離基本面的瘋狂牛市，最終都會回歸周期。所有依靠槓桿催生的財富幻覺，終有夢醒時分。最後我想問屏幕前的各位一個問題，歡迎大家寫在評論區。如果你身處當時狂熱的韓國，看着身邊所有人依靠三星、SK 海力士掙得盆滿缽滿，你能不能守住本心，拒絕借貸入場？你認為 AI 芯片這一輪調整僅僅是短期回調，還是新一輪金融風暴的開端？我是白放大醮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